后勤被截断，800公里俄军兵粮寸断，乌军投降旅进入库尔斯克，他们能否洗刷耻辱？一名俄军被抛弃，却被乌军挽救。德军驻扎俄罗斯边境，韩国购买36架阿帕奇。8月19号，乌克兰空军发布了一段视频，证明摧毁了塞姆河上全部的3座桥梁。这条河上的桥梁对俄军补给至关重要，这导致在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俄军失去了后勤补给路线。不仅如此，桥梁被炸毁后，该地区面临着被隔离的困境，多达2500名俄军陷入包围，其中包括来自太平洋舰队的第155海军陆战旅。这支部队之前曾在网上发布炫耀，对乌克兰战俘实行非常不人道的行为，而被千夫所指。国际社会对该部队也发布了严厉谴责。乌克兰方面除了向国际社会呼吁严惩这支部队外，也在战场上对其采取了严厉行动。有消息称，乌军已经下达命令，不允许这支部队投降，要将其全体消灭。未来这支部队的情况值得重点关注。军事分析家康斯坦丁·马绍维茨指出，乌军的目标显然是全面控制库尔斯克地区塞姆河的南岸，即从阿列克谢耶夫卡延伸至斯帕尔诺耶吉里亚县的区域。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俄军的行动密度无法有效地减缓乌军的推进速度，因此俄军只能采取重点防御策略。尽管俄军已经从乌克兰前线调派了5000名2线部队增援库尔斯克，但分析认为，俄军至少还需要2万名精锐部队才有可能击退乌军。这意味着，俄军目前的增援行动更多的是为了表明不会放弃库尔斯克，以回应国内的舆论，而并非旨在打乱乌军的前线部署。俄罗斯似乎不愿意丧失其目前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这为乌军在库尔斯克巩固其控制的领土，并继续扩大战果提供了有利时机。目前，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约有6000名士兵，另有4000名在苏梅地区提供支持。总体而言，乌军在兵力上是占据了优势，同时在装备、武器和士气方面也超过了俄军。此外，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的攻势持续2周。尽管推进速度并不迅猛，但已经成功收复了上半年俄军侵占的乌克兰领土，并且显现出进一步扩张的态势。根据战争研究专家的数据，从2024年初到7月，俄军占领了约1175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土地。然而，在8月6号到12号的短短6天里，乌军就在俄境内解放了大约800平方公里的湿地。随着科列涅沃以南670平方公里土地的解放，乌军控制的俄罗斯领土面积预计将突破2000平方公里大关。当前的战场形势预示着这些领土将成为乌军的稳固阵地。又一支乌克兰军队加入到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特别互助行动，但该部队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中有臭名昭著之称，它就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第501海军陆战营。从该旅发布的视频和新闻稿中，我们能看到该部队约400人正处在库尔斯克战斗的第一线，并在一个俄罗斯定居点撤掉了俄罗斯国旗。然而，别看这501营现在作战如此勇猛，但该营曾经有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甚至还有投降营的称号。早在2014年，俄罗斯军队入侵克里米亚时，第501海军陆战营是乌克兰驻守克里米亚守军的一部分。当装备不足的乌克兰军队逃离半岛时，只有64名第501营的士兵与他们一同撤离了，其余数百人则自愿留在克里米亚，也就是向俄军投降了。克里米亚事件后，乌克兰国防部重建了第501海军陆战营。8年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该营负责驻守黑海沿岸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军队对马里乌波尔实施了围困，并采取了断粮、轰炸、炮击3件套。然而，在其他守卫部队奋勇抵抗时，501营约270人在没有与邻近部队协调的情况下，放弃了阵地，向俄军投降。此时，他们仅仅被围困了1周。当时，该营的指挥官科斯蒂安丁·别斯梅尔特尼称：“我厌倦了看到人们死去，我们想避免伤亡和流血。”
作为对比，其他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被逼到了亚速钢铁厂，一直战斗到1个月之后，所有的食物、弹药和药品耗尽时，才选择了投降。事后，基辅当局对海军陆战队员的擅自投降展开了调查，证明当时的投降是别斯梅尔特尼和另一名高级军官的责任，但他们已经逃往了俄罗斯，因此暂时也不能追查他们的罪责。马里乌波尔战役中遭受重创的501营不得不再次重建，并在2023年重返战场。新生的501营急需洗去之前的耻辱，所以他们一直在最激烈的地方同俄军战斗。从6月份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沃夫昌斯克同俄军展开绞肉战。而现在进入库尔斯克的501营显然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们能否通过俄罗斯的血来洗刷自己部队番号曾经的耻辱。在哈尔科夫地区的紧张对峙中，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3哈尔蒂亚旅再次展现了其非凡的战场洞察力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据该旅的新闻服务报道，一架无人机在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意外发现了一名被遗弃在战场上的俄罗斯受伤的士兵。这名士兵显然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独自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周围没有任何战友的踪迹，只能无助地向乌克兰无人机祈祷。该旅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俄罗斯人再次证明，我们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对他们来说是一句空话。面对这一情况，第13哈尔蒂亚旅迅速行动，他们利用无人机向这名受伤的俄罗斯士兵投放了水和一张写有明确指示的纸条，鼓励他跟随无人机的引导向乌克兰军队投降。俄军士兵在收到水后，向乌克兰无人机竖起了大拇指。随后，在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的精心指引下，这名士兵终于鼓起勇气，艰难地向乌克兰阵地前进。然而，由于伤势，他不得不躺在地上休息。乌军考虑到他可能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走到乌克兰阵地，所以又派出了一辆乌克兰国产的多佐尔 B 装甲车，将其接回了营地。到达后，第13旅的士兵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敌意或者报复心理，反而以极大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接纳了这名战俘。他们不仅与他分享了食物，还为他提供了专业的医疗服务，确保他的伤口得到妥善处理。随后，这名俄罗斯士兵被送往了一个专门设立的战俘营进行集中管理，在那里，他将接受必要的照顾和监管，等待未来的交换程序。该旅透露，他们正计划通过国际渠道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协商，以尽快实现这名士兵与乌克兰战俘的交换。第13哈尔蒂亚旅在报道中再次强调了他们对于战俘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我们的军人不会忘记对战俘的人道待遇，我们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有尊严的战斗。此外，近期在库尔斯克地区发生的多起俄罗斯士兵投降事件，也进一步证明了乌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地位。据报道，仅8月15号一天，就有100多名的俄士兵在该地区放下武器，向乌克兰士兵投降。SSU 特种部队更是俘虏了102名俄罗斯战俘，并在行动中成功占领并清除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第488摩托化步枪团的一个坚固据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战线。8月19号，有视频证据显示，乌克兰军队在科罗内沃西南部的维什涅夫卡推进，这地区距离国际边境线仅有14公里。乌克兰的这一行动似乎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注意。俄国防部声称，他们已经通过航空和大炮对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活动进行了打击，这意味着乌军在该地的推进已经得到了俄罗斯的默认。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还在库尔斯克东部多个定居点进行推进。在哈尔科夫市北部，俄军的行动正紧张进行。据8月18号的报道，俄军在赫里伯克南部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在同一时间报告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正在进行人员重组和轮换，这可能是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在顿涅茨克州活动的瓦格纳集团成员和俄罗斯海军步兵，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赫里伯克附近。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尽管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韦、克里米纳线上继续进行进攻行动，但乌克兰军队在霍卢什基夫卡、斯特尔马克西夫卡、
和克鲁赫利亚基夫卡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此外，乌军在克里米纳西北部的多个关键地区进行了有效防御，阻止了俄军的进一步推进。在西维尔斯克东南部，乌克兰军队成功抵御了俄军的有限进攻。俄军尽管声称占领了维姆卡火车站，但乌军的坚强防守使得俄军难以在该地区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俄军在托列斯克方向取得了进展，但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指出，乌军依旧保证了这片地区北部的控制权。8月19号，乌克兰军队在涅利皮夫卡附近进行了攻击，这表明乌军在该地进行了有效的抵抗，阻止了俄军的进一步推进。而在其他地区，战线并没有显著变化。立陶宛在8月19号已经开始为德国驻军建造军事基地了，这标志着德国军队从2战以来首次在海外进行永久性部署。这个基地预计将在2027年底完工，届时能够容纳多达4000名德国士兵，他们将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冲突和挑战。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将这一决策与冷战时期在西德部署盟军相提并论，显示了德国在北约组织和欧盟成员国中承担的防务责任。立陶宛国防总长瓦伊克施诺拉斯将军表示，立陶宛将在未来3年内投入超过10亿欧元，约合11亿美元来开发这座基地，这将是立陶宛历史上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他表示，对于一个人口只有290万、经济规模仅为德国1/10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投资。他认为，德国派遣的战斗旅将起到让立陶宛人民安心的作用，并具有威慑效果，有助于抵御外部的威胁。近期的新闻报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外媒报道，20多名的德国陆军士兵已经在4月9号抵达立陶宛，开始了建立自2战以来首个永久性的德国陆军基地。这些基地将分别设在立陶宛首都郊外和第2大城市考纳斯郊外。预计到2027年底，德军在这2处基地的部署人数将会达到5000人。德国政府已经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并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以实现德军现代化。德国在立陶宛的军事部署对俄乌战争的影响非常显著。对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多重的战略压力。首先，这一部署加强了北约东翼的防御能力，直接回应了俄乌冲突带来的区域安全威胁，为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明确表示，德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北约东翼，这表明德国对盟国的坚定承诺，并随时准备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其次呢，德国在立陶宛的军事存在，特别是靠近苏瓦乌基走廊和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地区，对俄罗斯构成了直接的战略牵制。这一部署不仅提升了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也对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威慑，限制了其在该地区的潜在的军事行动自由。此外，德国的这一决策被视为其国防战略的一次重要转型，显示出德国军事力量可能由传统的本土防御转而更积极的外部介入，包括在欧洲乃至亚太地区的潜在军事行动。这种转变对俄罗斯来说，可能预示着其西部边境将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安全环境。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德国的这一驻军行动无疑是一种支持，增强了乌克兰及其盟友的信心，同时也可能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产生心理和实际上的压力。德国的这一决策，加上其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承诺，显示了北约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坚定支持。综上所述，德国在立陶宛的军事部署对俄乌战争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不仅加强了北约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也对俄罗斯构成了直接的战略挑战，同时对乌克兰来说，则是一种重要的支持和鼓舞。美国国务院在本周一宣布，已经批准了一项价值35亿美元的交易，向韩国出售36架先进的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连同后勤和支持服务。这项交易不仅包括直升机，还有76台 GET-700 发动机，确保每架直升机配备2台，外加4台备用。根据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署的消息，这些直升机将装备现代化的 AN/ASQ-170目标瞄准器。
韩国还计划购买大量的导弹，以增强其新购直升机的火力，包括456枚地狱火导弹、6枚训练用导弹和152枚联合空对地导弹。这一采购计划的主要承包商将是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2大国防巨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韩国首次购买 AH-64E 阿帕奇了。早在2013年，韩国就曾经购买过36架同型号直升机，而且该订单在2017年已经完成交付了。这项拟议中的军售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最终批准，如果通过，它将为美国本财年的对外军事销售额再添加剂，总额预计将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2年前的2倍。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国防开支不断攀升，美国政府官员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上周，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近190亿美元的 F-15战斗机。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国政府各部门正寻求改革对外军售流程，以提高效率。国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都将此视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并且正在努力实施去年提出的改进建议。除了直升机，美国国务院还批准了荷兰购买价值3.05亿美元的 CH-47支奴干和 AH-64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和设备。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军方本周开始了名为“已知自由盾牌”的联合军事演习，目标是提高两国对朝鲜潜在威胁的准备度，尤其是针对朝鲜不断发展的核武器计划和对韩国的威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